这个我们要继续追真相。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中的对峙，现在可能是我们要必须更加关注的。包括我们看到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昨天他怎么说呢？他说拜登总统将会在某个时间点跟习近平会面。而且呢，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这个要为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设下一个下限，大家必须更加负责任的管控彼此的竞争。而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看到前2天这个金融时报他爆了一个料一个独家报道，他说美国中情局的局长伯恩斯其实早在5月的时候就已经秘密的到中国去访问了。不过我们要问的是，他到中国去访问到底是见了谁，为的是什么事呢？必须讲伯恩斯当然他是拜登非常信任的一个这个官员，可是呢，他每一次，因为你知道他是军报军情局嘛，军情局就是一个这个情报头子嘛，他每次执行的任务都非常的敏感。例如2021年那个时候，乌克兰还没有爆发战争，那我们就看到伯恩斯跑去俄罗斯，他警告普京，你不要出兵侵略乌克兰。所以这一次他到中国大陆是做什么呢？是做一样的事吗？也是警告吗？还是要摸清楚中国大陆包括习近平他的底呢？而我们看到呢，最近在台海，尤其在台湾海峡这个地方呢，经常有一些惊险的画面，包括您看到的在这个5月26号，中美的军机在空中相遇，而且非常的近这是从美国军机的视角看到中国解放军的歼16的飞机从这边切过去，而6月3号在海上，在台湾海峡这个地方美国还有加拿大的军舰遭到中国大陆的军舰直切，我们来看看当时惊险的画面。好，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美国的这个军舰的视角，他拍到的画面是中共的驱逐舰苏州号。距离这个美国的驱逐舰中云号2舰的距离只有137公尺，而事实上呢，双方都在监控对方那美加军舰呢遭到中国大陆军舰的直切这个是美国军舰的控诉啊。那包括呢，您看到在台海的天空，台海的包括在陆地上看到海上的状况呢，是不是这么的惊险呢？而此刻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加坡有一场这个各国的国防部长聚集的一个国安的一个大的会议啊。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部长李尚福，他也说了一段话，我们来听听看。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些问题，为什么它都是发生在中国领空和领海附近？我们中国的军机和军舰从来都不会到这个其他国家领空和领海附近去做所谓的航行霸权。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各国管好你自己的军舰，管好你自己的飞机。好，你看到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部长李尚福他说的这一段话这是昨天他在香格里拉会议说的而昨天下午这个香格里拉会议已经落幕了，包括了崔天凯，他是中国大陆前驻美国的大使，他说这个加拿大跟美国的军舰离我们的领土太近了。美国，你想恢复对话，你就必须停止在中国附近的部署的军力，包括天空，包括海上。而《华尔街日报》在昨天也报道了，他说中国回绝这个2位的国防部部长的会晤要求，反映的是什么呢？中国对美国在他们的后院的军事存在感到不安，因为都在这个地方嘛。观众朋友，你看到在天空是在这个地方，在海上是在这个地方离中国的领土太近了，所以中国当然他会感到非常的不安那所以呢，他也要反制，他决心让美国对这些行动产生风险意识。如果你再靠近一点，可能我就要做一些什么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而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联合报的这一篇论点，他说在韩战之后，我们可以看到1953年毛泽东呢他就下令过说要边打边谈，所以呢不可以因为和谈放松军事打击敌人的努力。一方面如果要和谈，一方面我也要准备作战。另外，北京进行行动
或者是有可能他要重启中美对话作为准备，想要拿走这个对话的主导权。也就是说，中国说了算，中国要对话就对话，不是你美国要求我就要就范。另外，我们再看看呢，刚刚落幕的所谓香格里拉会谈，场边有一场情报界的秘密会议，美国跟中国的高层在互相摸对方的底线。而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日本是不是在中美对抗的长矛尖上呢？您看到的是6月5号，昨天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还有这个鄂霍次克海这个地方举行了军事演习。而这场军事演习，据说来自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是有60艘的军舰、35架军机、沿海部队超过1.1万的官兵参加这个演习，一直会到6月20号。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他对于他自己国内的经济问题，现在还是必须来说，还是这个蛮头痛的美国是不是没有钱可以来发展军武呢？这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包括过去呢，已经超支了15亿美元美军的这个 F-35的这个Block 4的升级案的预算也被卡住了，而且比去年多出了55%的经费。所以呢，我们看到 CNN 有一个建议，他说如果呢，美国现在军力或者武力的发展已经没有钱了，那干脆去买别的国家的军舰嘛，别的国家打造的军舰 CP 值比较高，包括南韩的世宗大王级的驱逐舰可以媲美美国的大055所以跟南韩买那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案。我们先来问问看亮哥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的判断，这个CIA 的局长伯恩斯到中国大陆到底谈什么呢？还有今天康达也去了，康达也去了，对，那个东亚驻青，东亚驻青当然比较清楚，就是希望帮布林肯找机会嘛，那还是要问中国的相关条件啦。不过我是觉得啦，这个王毅都已经在维也纳见过苏利文了，所以相关的条件应该都在那边讲过了啦，因为那次对话超过8个小时所以，如果苏利文还没有回应，或者中方认为苏利文的回答还不够，那康达去也没用那这个伯恩斯去就是中情局啦，他对外都说他们只是在谈情报沟通管道不要断，并没有谈外交的部分。他有特别强调他说外交官员不在现场，所以如果这样的意思，搞不好还包括互相要交换间谍也有可能因为双方都有一些情报上的作业嘛我倒是觉得最近在香格里拉会议前后发生了这个 RC-135被拦截还有那个军舰被拒止那逼他转向，这2件事情其实非常严重这2件事可能就意味着这个《华尔街日报》用的语言还算是客气了什么风险意识，事实上就是在划地盘所以说我对你以前的那种行为我是没有动我现在跟你讲我不忍了，就这意思比如说《南华早报》昨天去年他就统计嘛，去年美国的侦察机进入南海1200次，那意思就是我以后不忍了你如果那当然那个忍就是指那个红线画在哪里了，那他这次画的是你侦察机不能够抵近侦察到50公里内嘛，或者你不能够在我的航母附近嘛，那这2条就是红线那我们以后就要看会不会重复发生那第2个就更严重了，这个是美国跟加拿大的军舰经过台海那他是不是把台海当作他的地盘如果这样就很严重了，因为中国的军舰比那个美国的军舰要新嘛，所以它速度比你快所以事实上他如果真的要在这边就是不准你做某些事情那这个等于是考验美国的海军的意志这个就好比你不敢去闯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嘛，那边是核子基地对啊，你敢去闯美国的圣地亚哥吗？那是海军军港我觉得有点这个味道啦，就是说中国大陆决定要立威了啦，要立规矩那他大概就认为说南海这个地方，南海行为准则大概今年明年就要过了嘛，那以后就照这个来，你美国要搞自由航行，你不要把
抵近侦察等于自由航行啊。他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故意乱搞嘛。自由航行没有看到哪一个南海的货轮被拦截啊，没有啊。所以你具体指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大概是要问美国说，你把话讲清楚，什么叫做自由航行？抵近侦察不是啦。我觉得他大概就是要立这个规矩。是，来将军你怎么看？我看俄国这次的军演哈，我觉得说2022年的时候，那时候俄罗斯第一次军演，那是针对日本。为什么要针对日本呢？因为日本加入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所以俄罗斯在这个霍克斯克海那边实施军演。那时候有10艘军舰通过津轻海峡，你知道津轻海峡在哪里？青津海峡。对，就北海道跟它本州中间那个海峡。对，只有18公里，最窄的地方只有18公里。从中间等于说从北海道跟本州之间穿过，有10几艘军舰从那边穿过。那这次来讲的话，它60艘军舰，那会从中古海峡还是青？中古海峡是在北海道上面，对，青津海峡就是北海道下面，也就是讲起来算是日本的领海，我就从你领海那边经过。那因为是美国规定的自由航行啊，所以说俄罗斯也采取这种。那为什么俄罗斯这次会这么大规模军演？我个人是觉得说，是不是跟日本这次这个岸田文雄邀请泽伦斯基到参加 G7 会议，就联合所有的 G7 国家一起来，大家再来抵制俄罗斯有关。那俄罗斯为了表示说，我对这个事情实施反制、实施抵抗，你可以有你的这个制裁我的方法，但是我也有反制你的力量。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那至于说讲到台湾海峡这次的这个海上的交锋的事件哦，我觉得亮哥讲得很好。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这事情，代表着很严重，因为台湾海峡是整个东亚地区贸易的很重要的一个海上管道。那美军来讲的话，他一直很怕说台湾海峡，如果说一旦被中国所控制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到东亚全世界的经贸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一直强调说自由航行。可是中国来讲的话，他说那是我的内海。当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不讨论政治了，最近台湾跟中国是不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哈？那后代有待政治人物去讨论。但中国立场，他认为说台湾是我的国土一部分，所以台湾海峡按照国际公约来讲是我的内海，你不能从我这边要经过，你经过可以要无害通过，可是你军舰经过的话是有害通过，我就必须要对你拦截。可是双方又不敢真的说飞舰对打，那最后所以互相用这种鬼切的方式嘛，不管军机或军舰。那我是在想一个笑话，会不会说大家现在这伯恩斯到大陆去以后，大家讲好说以后我们好，大家都不要热武器都不要打，我们学你们跟印度一样拿狼牙棒出来，对不对？然后比较省钱，还要碰到以后互相拿狼牙棒互相打，那不要是真的拿火箭炮啊，或者是飞弹啊互轰，会不会变成这种情形？这东西当然我是讲笑话啦，可是问题是说代表就是说各国来讲对方都有威胁，可是谁也不敢先动手，是没有错，都在比胆量啊哦。来，请问彬哥，将军说的那个恐怕用投石机啊，狼牙棒打不到，太远了。那我是觉得啊，伯恩斯看起来他从去年到现在，他的秘密任务全部失败。对啊，你看他去年本来衔了拜登之命去叫乌克兰跟俄罗斯这边，希望他不要打起来，就打起来。那他5月去跟中国大陆去这边秘密会面，那显然也没有让中国大陆立场松动，反而好像看起来更强硬，所以看起来他的任务并不是很成功哦。那我觉得现在在南海跟台海这边，以后冲突会越来越严重，大概是跑不掉，因为中国大陆很明显的就是要逼美国做出让步，那美国在这个时候偏偏又不能让步，因为他如果让步的话，他就以后他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那所以特别是拜登又要马上要争取连任了，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段时间恐怕也会很强硬。那我是觉得双方现在都互相指责，说是对方的责任，说是对方不专业，对方不守规矩。可是我必须讲，奥斯汀他们的美国的国防部长讲说，最近有不正常的极大数量的，就是他们做这样不专业的行动、拦截行动，这让他们感到震惊。那你没有想过一件事吗？为什么会有极大数量？不就是因为你天天在那边转吗？如果你没有天天在那边转，怎么会有极大数量呢？太接近了啦，对啊。所以我觉得美国如果真的想要让冲突停止的话，你就不要那么常去不就好？所以看美国这个样子，应该短期之内是不会这样做的。不过这边讲到这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说要委托日本跟韩国来帮他造舰。对啦，
韩国造舰确实比美国便宜啦，因为我查了一下，2012年的时候，假设都造一艘神盾舰，韩国大概只要美国1半的价钱。可是问题是，韩国自己本来世宗大王号它预计6艘，它到现在只造了3艘了，来不及。你觉得它有量能来帮你造吗？那日本不要闹了，日本造一艘神盾舰大概20亿美金以上，所以基本上也是跟美国自己造差不多。那你知道中国大陆造一艘055多少钱吗？多少钱？8亿美金。哦，那请中国造好了。所以其实你们造越多，就是美国的成本会到处都减越高了。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布朗他叫俄罗斯帮他造，又更便宜了。对啊，俄罗斯可能现在需要，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天马行空啦。那但是我必须讲，美国现在一定要去面对，就是武器一定是越来越贵，不可能越来越便宜。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美国是有2种选择，一种就是继续增加你的国防预算到你爆掉为止，另外一方面就是缩小你的防守范围。你只有这2种选择，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美国其实现在打的是第2种主意哦，就是他要让他的盟友分担更多的力量，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包括澳大利亚，这才是美国能走的路，不然没有第3条路可以走了。是，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呢，巴尔干半岛最近呢，看起来这个火药库啊，开始要被点燃了吗？原因是科索沃的局势看起来很危急。我们先来看看塞尔维亚这个国家，最近你到它的街头去看呢，都是像这样子的画面，成千上万的人走到这个塞尔维亚的首都，高呼反对武器旗的口号。为什么？因为有2起的枪击案，造成18个人死亡。最悲惨的是啊，其中有非常多，大概1半以上都是小朋友，都是儿童。所以呢，国民哦，塞尔维亚人就走上街头反对武器旗哦，这也是1个月以来第5场抗议活动。而这样的抗议活动，其实啊，很多人说跟政治上是有连结的，因为本来是反暴力嘛，现在变成反政府，所以包括武器旗还有塞尔维亚政府就认为这中间可能有一些煽动性，或是有人在后头加油添火。我们先来看看科索沃，科索沃的当局就在声援这一些反对运动、反对党哦。他们认为哦，我们看到科索沃的总统内阁负责人韦利亚就说啊，这些抗议者我们为你感到自豪，因为你们现在做的很像 Maidan， 当时是2013年、2014年乌克兰的广场革命哦，那一场革命是亲欧盟的示威运动，他们认为有可能颜色革命，或者是像这样子乌克兰的广场革命可以推翻现在的塞尔维亚政府所以你也可以看到科索沃跟塞尔维亚中间有很多的运动，有很多的这个反政府的示威，其实是联动在一起的。包括在抗议活动中，有很多人举着要把这个武器旗给绞死像这样子的一个示威的行为，武器旗他也很强硬啊，他说我不怕你们来威胁我，我也不怕。我要希望能够把我们国内所有的人都团结在一起，才能够迈向未来。武契奇不断的明示或暗示他认为有很多的威胁是来自于海外，来自于西方，来自于甚至他指称是美国所以他说我已经习惯这一点了。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势力亲欧盟或者西方势力，以及武契奇他本人可能比较倾向俄罗斯或者中国这样的势力在他们内部的一个互相的碰撞。而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这场战争最终是不是还是要希望中国来做调人呢？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的乌克兰特使李辉，他就建议了，他说如果要停止这一场战争，唯一能做的就是停止向基辅提供武器。这是李辉说的那西方的分析师就回应，他说你李辉提出来的和平谈判几乎是不可能的双方都没有准备好要停止战斗，而北京的这个角色其实是要扩大全球外交角色一次的亮相机会，也就是说西方认为这只是中国在作秀。而另外呢，泽伦斯基也不断的向中国大陆来喊话，他说中国比俄罗斯更强大，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你是大国啊，你就要有一个国家的伟大意识。而另外呢，不断的有传说说乌克兰要反攻，并且你看到这一张画面嘘的声音，就是呢乌克兰的军方要民众保持沉默，因为随时都有可能会进行所谓的大反攻。不过俄罗斯的国防部就讲了，他说乌克兰已经展开了大反攻，攻击乌东顿巴斯的前线5个区的俄军所以双方有在交锋吗？
我们先来请教这个亮哥，亮哥你怎么看？包括乌克兰的战场，现在中国可以做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我们看到的包括科索沃在巴尔干半岛这样子的一个画面，这个示威的一个连结跟政治上是不是有高度的联动？这两个地方都非常复杂这个科索沃是因为塞尔维亚族他们反对地方选举嘛，结果他们就抵制投票，结果投票率只有3.5%。那当然当选的全部都是阿尔巴尼亚的人我讲的是科索沃啦，所以那当然就是对选举结果不满嘛，那就开始抗议示威那科索沃就坚持说那个选举有效嘛。这两个地方很麻烦它有种族问题，有宗教问题，那还有这个外力介入问题，因为塞尔维亚亲俄罗斯，那科索沃是亲西方的所以真的是你说里面有什么因素，什么因素都在里面，都在里面，都在里面。而且科索沃跟塞尔维亚就直接马路就连在一起了前一阵子也听到科索沃要断它的路所以问题很麻烦所以亲美跟反美的势力在塞尔维亚现在正在角力都有所以你要说这是颜色革命吗？也有一点成分。本来美国就非常不喜欢577嘛，因为577还买了中国的地对空飞弹，乱了整个北约在欧洲的布局所以对他也很有意见然后塞尔维亚就一面倒亲中国跟亲俄罗斯嘛，这也违反了北约的战略利益。所以这里面很复杂啦。事实上，他已经向中国跟俄罗斯求救了，希望把问题拿到联合国安理会去嘛。可是坦白讲，中国真的很难帮上忙，因为太远。他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部队？说俄罗斯现在有点自己都陷入俄乌战争了嘛，怎么有时间搞这个？俄乌战争这就联动到俄乌战争啦，就有人说这个事件会影响到俄乌战争因为乌克兰目前是满手拿到欧洲的一些新的武器嘛那你总要表现一下吧，你手上有那么多坦克啦、装甲车啦，还有新的导弹那要用一下吧，要反攻一下。是所以大家就在等说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动嘛那可是他就这边犹豫了，因为这一打如果输了就没了。你这一打如果输了，人家就认为说你这差不多了。我觉得北约有点这个味道如果我就武器都给你那你如果这一把你还是没办法打，比如说要去打顿巴斯或扎波罗热那你大概就是要上谈判桌了，就是要认部分的输了啦。所以他自己也很犹豫了那俄罗斯现在目前境内也发生很多怪事啦，比如说他境内有5个省被攻击然后我记得4天前吧，俄罗斯内部还找到非军方的弹药库所以坦白说，这个俄罗斯内部也有反普丁的民兵一定有所以现在就是局势有点复杂了，然后俄罗斯现在就是你乌克兰如果做这个反攻的动作，我认为他的报复会非常直接，那搞不好会直接打基辅，我是指空中那也会有比较大的伤亡所以我觉得双方都已经备战很久了啦，那只是说要不要启动。那基本上俄罗斯不可能再启动大规模的攻击嘛，可是乌克兰就是犹豫在这里，他怕这一赌最后一赌输了那就要认了，就可能没有下一次了，就没有下一次了。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我们请将军带我们来看看乌克兰战争。我觉得乌克兰这次说反攻如果说我们以军事的眼光来看的话，我觉得这种反攻叫做政治反攻，只是口水反攻。因为第一个，我们军事反攻的话，你一定要集中战力，对，不管是从拿破仑时代，我们从拿破仑那边学到就是优势的战力，你才能够集中反攻。那现在来看的话，他分5个地方，他说他5个地方反攻，那就是骗人的，对不对？你就没有集中一个点才可能兵力集中嘛。第二个，你空军的战力还没完成训练到齐。可是乌克兰考虑到，可能泽连斯基考虑到，第一个就是欧洲对他的军援要持续不断，第二个他明年要选举，
对，乌克兰总统要选举，所以他必须要有一场胜利，或最起码我要做出这种反攻的样子出来。所以他现在不断的对俄罗斯实施这种骚扰，其实我觉得那种攻击有一点政治意味比较重了。因为各位要知道，我跟各位讲，他那个无人机带的炮弹有多大？82公里，82公里大概就这么大一颗炮弹。其实那种炮弹真的杀伤力不大，可是那种政治的宣传效果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攻击，乌克兰说要大反攻，可能性是如果真的要达到战斗的一个连的那种战斗攻击是可以的，对不对？我只是一个前进个100-200公尺，或者一个冲锋一个那个，可是整个攻势作战，一个大会战的攻势作战，直接直取你克里米亚或什么地方是不容易。但是问题说，双方现在的战斗形态已经变成一种无人机的互相攻击，在这种政治氛围状况之下，普京他也会担心说民众对他有这个反感，对你把普京逼到墙角，然后这个北约这边也要求这个乌克兰自己本身要打出一些胜利的成果出来。在这种状况之下，会不会双方这种恶性漩涡越转越大？然后双方在没有控制之下，哪一天就突然一个战术性的核武？那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嘛，俄罗斯已经把这种战术性的核武部署到白俄去了。那会不会哪一天在这种状况之下，到最后普京被逼到墙角了，他一个命令下去，或一个按钮下去，产生了一个虽然他可能只是丢一颗战术性的核武，但是后续引发的后果那就非常严重，会不会变成世界大战从此展开？但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乌克兰说这个反攻，我觉得政治反攻、口水反攻的意义比较多了。可是你也不要小看哦，口水反攻有时候会比军事上的反攻力量还大。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我们来问问看彬哥你怎么看？包括科索沃、包括巴尔干半岛，以及我们看到乌克兰这2个火药库。其实这几个都联动的。那当然，科索沃是最让人家担心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从这边发起，所以如果要再来一次嘛，我想大家都会怕。那现在其实我个人认为啦，不管俄罗斯也好，甚至美国也好，应该都不会希望科索沃跟塞尔维亚这边太乱，因为过度的乱其实对大家都不是很有利。那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还是想办法再用其他政治相关的方式，赶快让塞尔维亚跟科索沃这边局势缓和下来。我觉得对整个世界都会比较好。问题是选举要不要作废啊？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东西啊。因为老实讲，科索沃那样子就是有点硬干，这种硬干的结果到最后一定会有人不满意。那这个到底要怎么解决，真的很困难。可是乌克兰这边现在泽连斯基其实也是骑虎难下，因为人家东西都已经给你了。那如果你打了，其实大家如果记得的话，24世纪大战的时候，大陆打了一个1号就是那时候日本进行一个1号作战，蒋介石是从北到南全线崩溃。全线崩溃之后，你知道当时美国干了一件什么事？史迪威本来要蒋介石把指挥权交出来，他直接要取代他，所以你想想看，泽伦斯基万一他手上拿了一堆北约的武器，一战打挂了，泽伦斯基自己还能不能在那边？要把兵权交出来？这不知道，他的未来就很难讲了。好，我们来看看民运人士王丹最近呢被2名男子来控诉说曾经对他们伸出这个咸猪手，甚至有对他进行这个类似性侵那样子的一个行动这件事情当然在台湾卷起了千堆雪。我们看到的王丹他的这个性骚的疑云现在还在扩大当中。其中有1名徐姓男子，他说今天晚上他还会做一场直播来对决，而且他还要爆更多的料，内容是不只是他，还有其他人也受害。由于这个王丹的回应都说你欢迎你们这些人来提告，支持用法律的方式寻找事实的真相。可是呢，其实这些事情呢，都过了9年，都过了10多年，恐怕已经过了法律的追诉期了。而王丹的性骚扰疑云扩大中，清华大学社科院他们这个人社学会提出了声明说，在完成调查之前，
会暂停王丹的授课。而我们来看看呢，王丹过去在台湾社会、在美国、在侨界其实在全世界都享有高度的知名度以及所谓的光环。尤其34年前，当他在天安门号召大家起来做那样子的一个争取人权、争取民主、争取自由这样的一个呼应，很多人觉得他很勇敢。可是34年之后的今天，一幕一幕的可能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现象也被揭发了，包括您看到的杨慧如她也是一个亲绿的一名作者，她说怎么会有人要求性骚扰受害者不能在6·4爆料？因为昨天的爆料有人讲这是政治目的，因为会转移焦点吗？真正让社会转移焦点的人，是常年拿巨额的台湾和国际的资源，实际上性骚记录、恶名昭彰的王丹，好不好？请台湾社会勇敢的拒绝王丹，不要再给他资源。其实我自己也看到很多这样的呼吁啊，很多亲绿的一些人士觉得可能王丹到后来已经有一点变质了，包括过去您看到这一段记录陈水扁在当总统的时候，曾经动用国际的这个国务的机要费资助王丹20万美元，不是很小的数目这个数目不小。我们来看看呢，其实去年4月7号，陈水扁有开一个国务机要费的国际记者会，当时他亲口说出了这一段话。他说，王丹过去曾经接受国安局的资助，后来停掉了。2004年透过关系找到了他帮忙。他答应给20万美元，一次性的分2年，1年10万，分2次，1年10万付给他。为什么这个国安局的资助会停了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退休的军情人员讲的。他说，事实上支持大陆海外民运活动的单位是国防部的军情局，而不是国安局。可是民运人士的情报成效越来越低，可能没有什么价值，而且重点来了。虚所无度所以军情局才会断然停止资助这个讲的还算是含蓄我们看看呢，2014年7月，当时人在美国的王丹以头昏越来越严重为由说我可能得了脑瘤可能身上也没什么钱，所以希望台湾政府以专案的方式让他来台湾就医检查。那当然我们是这样做，我们的政府也这么做了，可是检查的结果是还好啦他身体健康，没有长肿瘤。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当年6·4天安门的运动的同志唐伯乔也曾经站出来这个指控王丹私吞捐款这个是6·4学运的学生领袖之一的唐先生唐伯乔讲的。他认为王丹可能把一些陈水扁给他的钱全部拿走了我们必须这个做平衡报道这个是当时6·4学运的学生他们的指控。那当然王丹是完完全全否认了可是王丹跟这个我们台湾政府跟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民或者是对民进党政府来说，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呢？他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人，他是北京人。那过去呢，因为他反对共产党，所以他流亡在海外。那对台湾的独立与否这件事情，他又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其实昔日他的主张是这样子，包括2005年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个人一向主张两岸最终走向统一。”2011年他讲过，如果我是当权者，我会允许台湾举办统独公投，但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来说服台湾人跟中国统一。2017年他说，台湾如果不愿意流血，那就不要再讲独立，因为那是嘴炮。所以有人就把他贴上了反独的标签那必须讲，因为他拿的是台湾政府现在是民进党执政的钱，所以他是不是也在调整他的论述，或是调整他的立场呢？我们先来看看呢，过去有很多的这个绿营的侧翼很多是独派或是台派的人，如果你胆敢讲不赞成统一，恐怕他对你没有好脸色。可是他们对于王丹其实或者是现在民进党内部的性骚扰贪污可以看得出来。只要可以支持或资助台湾独立，他们都不在乎。你看到的是这个粉专叫做祖国台湾的异乡人，他说选举只要能赢，投给性侵犯我也愿意。而包括只是独蓝这个粉专也说，这种人贪污我可以接受
哦，可是只要台湾独立都可以，就像陈水扁总统哦，过去曾经贪污嘛，很多人就说贪一点钱没有关系，只要台湾可以独立都可以原谅哦。现在是只要有意识形态，只要你有这个台湾独立的思想，其他的恶、其他的罪都可以不管它吗？另外不要忘了我们的诈骗案这件事，我们还在继续追。看到了黄国昌他特别从他的县民那边拿到一些资料，才让我们完完全全看到这些诈骗案如何的官商勾结。黄国昌说 ，IMB 的主嫌跟陈欧珀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以及前行政院的顾问陈正坤。3个人3家人还一起投资，并且3家人共同在宜兰市的金华区买大楼，平分产权，有钱一起赚，而且关系紧密。黄国昌更进一步揭露了这个诈骗集团3家人利益共生的实况，并且如何的拿民众的血汗钱来做一些奢华的事情。包括主嫌这个诈骗犯曾耀峰跟他的太太张淑芬他们去买了宾利，大家知道宾利很贵吧？随随便便都可能要到1000万，而且它还是客制化，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辆只有这一台，可能要2000万左右。另外前行政院顾问陈正坤他开的是黄色的宾利，而另外呢可以看到他们的饮宴是这样的这一瓶一瓶的红酒至少都是几万块钱起跳，还带好几百万的表，大家把表秀出来再炫富。而曾耀峰跟张淑芬他们2个人曾经参加金华精品2020年的周年 VVIP 之夜这个大家知道金华精品就是一些奢华品牌的大集合，在丽晶酒店这里那 VVIP 全台湾可能只有几百人是这样的身份，被邀请去的人，你的消费1年要好几百万。所以黄国昌就讲了这2个人这一对夫妻在金华酒店里面是拿最高等级的黑卡，他们的消费绝对是前3名，绝对上亿。拿这么多的人民的血汗钱去挥霍，更可恶的是有可能有政商的勾结，你能不生气吗？我们来介绍今天加入我们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退役少将前战争学院教官厉正杰，前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先来请教彬哥，彬哥，你来看刚刚我们揭露这一些讯息，有很多可能表面光鲜、表面正义，表面上喊的这个震天嘎响的一些事情，可是私底下也许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亮哥，彬哥，对不起，亮哥，我讲错了，抱歉。这个大陆民运当然有一些一开始都是很有理想的人士啦。那时间一久就人事皆非啊。事实上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听到的不是王丹啦我也听到一大堆人假借民运去募款然后把钱吞为己有啦，好几挂，也不是只有一挂，好几挂人那这也没有办法，甚至有人说这已经变成民运产业啦，或者是那个反中共的人权产业啦，等等等因为总是有人愿意捐钱嘛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还是此一时彼一时啦。比如说阿扁那个时候给他20万美金，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王丹应该还是真的很认真在做一些民运的推动因为早期我也认识很多绿营的人，跟他蛮熟的那因为这个完全是他私人的事坦白讲实在是没有办法回答不过这个就是性骚扰的麻烦的地方，因为他如果是性侵那追究期还很长，性骚扰追究期只有6个月，然后通常受害人都是属于权势落差很大的人，所以坦白说，他留下证据的几率也非常低，而且时间又长所以通常坦白说，受害人很难。就是很难用法律的方式来处理问题的所以我昨天就看到，总统府
所以我们要站在当事人，要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啊。这个立场很好啊。可是我后来在想，总统府在讲当事人的权益，是不是只言自发？你把他名字讲出来，我不知道，我这个他已经公开出来说，我绝无此事啊。总统府资政，他被小英基金会的一位工作人员指控他有性骚扰。对，我是觉得赖清德跟侯友宜就讲得比较清楚了。我们就要站在受害人的立场，是帮受害人把真相厘清啊。这个坦白说，你要用法律没有用啊，因为法院可能直接不受理啊。比如说。第一位勇敢的那位女性，她是去年9月，事实上她也已经过了追诉期了，是，所以她也不可能去提告啊。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做的是什么？能够做的就是说，我们社会上的有一些团体啦，或者是政党的性平小组啦，如果他们愿意积极查，那我们就给他鼓掌啊，给他鼓励了。那希望他们能够坚持啊。那我是觉得这个至少要让这个被指控的事情走上程序了，哦，比如说那个，我觉得那个赖清德他就处理让每一件事情都进入程序嘛，比如说林非凡，赖清德也讲啊，说林非凡有没有失职的部分，那就调查，如果真的有失职，那再讨论要不要提名嘛，我觉得一定要进入这样的程序啦，至少让人家觉得有一个公道，有可以追嘛，那所以我认为总统府也应该要让那个资政跟那个女生有澄清的机会了。因为坦白说，那个女生她虽然是写在县月的脸书啦，她写得很长她写很长，还是有很多人看到嘛。对，其实我坦白说了，8年，而且她整理了很多事情8年了，会写到这么巨细靡遗，我觉得没有一个女生会。把8年的如果是不重要甚至不存在的事情，把它这样写到这个程度啊，我觉得一定是对个人的心理有极大伤害了，是，他才有可能藏在心里那么久，然后容易被唤醒嘛。这次事实上就是因为被唤醒啊，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跟进啊，所以我觉得台湾要珍惜这样的一种机会了。我们来请教彬哥，彬哥拍谁？现在换到你了。没有，我觉得啦，就是王丹的事情，我们早就知道，他本来就你早就知道了，本来就这个已经传了10几年了，好不好？传，可是你有证据吗？就是为什么过去不讲，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很难有直接证据。是。那但是问题是这一次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也就是今天晚上那个徐先生还要爆料，他9点半要记者会，那他说，除了他自己的事情之外，他会讲别人的事情。是，但更重要就是昨天记者会那位李先生，对，他那个已经不是性骚扰，性侵未遂，他那个就是性侵未遂，对，所以他那个是可以告。可是他没有留下证据啊。没有，现在就是他说他有其他证据没公布嘛，所以就看他是不是有其他直接的证据，因为他现在那个李先生都只有间接的证据，对，比如说他跟他的助理的谈话、对话，或是当时的现场的一些场景，还有 hotel 的房间照片。如果单纯是这样，其实很难证明什么了。但如果他有进一步的证据，那就可以提出诉讼。那可是问题是提出诉讼其实也没什么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王丹根本不在台湾啊，而且他不是中华民国国民啊。是啊，所以这个东西，那我们的法院基本上对我们的国民当然是有管辖权，可是我们对王丹是没有管辖权，是，对啊，所以这个案子到底要怎么打？那我觉得王丹就是因为这样有恃无恐，所以他就无所谓啊，反正你要告就告，反正对他来讲，他大不了不回来台湾就是了嘛。是，实际上他大概也知道他在台湾的教书机会大概也保不住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可是我必须说，王丹过去拿了非常非常多的钱，那可是他一直为什么海外的民运人士都对他非常有意见，就是因为这些钱全部都不清不楚，你到底拿到哪里去？王丹从来不说，很多人都扬言要提告，王丹也不讲话。反正就你们要告就去告，反正我就是不告诉你。那他现在对这个性骚扰案的态度也是一模一样啊，就是反正你要告就来告，我也不在乎。那我觉得看样子他就是要拖死狗把他拖掉。实际上为什么这些民运人士，包括我跟你讲，连曹长青都质疑他啊？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嘛，以王丹当年这么大的名气，他是留在大陆没有出来的哦，他只被判4年，他因为天安门事件他只被判4年。对。那后来，因为他出来之后又做了一些其他事情，所以后来被加判到11年。可是很多人都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你怎么会被判那么轻？然后你怎么会这么快被放出来？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外界对他的一些传言本来就很多。那可是问题是，这些都是传言，你很难去证实。但是我听了10几20年，你不要忘记，我自己本身也是民主中国阵线的创始会员。哦，这样哦。对啊。而且好像彬哥是不是也到法国去？我到法国就开过会。对。所以。其实我很多年以前就一直在听到他关于他们的一些传言。所以你跟王丹有一起开会吗？没有，王丹那时候还没有放出来。哦，那还没放出来。对，我是跟沃尔开西他们一起开会。OK， 那沃尔开西还在台湾。对，沃尔开西还在台湾。那我也必须说，亮哥讲的很对啊。其实所谓的民运到后来，他们真的在海外有在搞民运吗？你确定是在搞民运吗？很多人就只是在求生而已。那王丹每年到64对他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他每年都靠这个募了很多的钱。请问一下，这些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你到底资助了谁？所以这个都是一笔扯不清的烂账。我觉得这次有这个事情，应该要好好的来检验一下王丹，因为他过去拿了中华民国这么多的钱，可是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他到底做了哪一些事情？那至于黄国昌讲的这个东西，其实大家早都知道。我只是觉得很好笑的就是，陈正坤开的是宾利，然后呢交保的时候他说他身上只有3000块，没有。陈正坤开的是黄色迈拉伦，对，迈拉伦也很贵啊。宾利是这个张淑芬开的，开迈拉伦的人告诉你他身上只有3000块，然后检察官让他用3万块交保，你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吗？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让我觉得检调根本无心想要办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大概到最后就是不了了之。而且他们奢华的生活让人叹为观止，那些都是小老百姓的血汗钱啊，有人。一生这样子哦，慢慢的砍藏内兜啊，哦，就是很节俭的存了100万200万就被他们炸走了，骗走了。来，将军，我觉得王丹这件事情，性骚扰这件事情，其实最可恶的是你要告你来告啊。其实那些受害者他本来就是比较弱势。那我们这次跟平常一般我们在社会上面公司行看到的那种性骚扰。最大的不同是说，你是执政当权，你是很有权力的人，你对那些无辜的小女孩做这种性骚扰动作，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们是小男生，小男生、小女孩对吧？现在是性平的关系嘛，男生女生都一样嘛，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我尊重每一个人那种性别的倾向嘛，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对弱势。他这个小男生那时候才10几岁而已，是大学生而已。你用我不是我用学术上面的权利去欺负你，或者是用我在职务上面我的官场上职务来欺负你，然后让这些人受害者无从去申诉，最后你用那句话更可恶的话，就是说要告你去告。那王丹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你看他拿了谁的钱？拿国防部军情局的钱，为什么军情局要给他钱？对，这灯问号很大哦。情报嘛。对，那为什么是国防部军情局？如果说是阿扁拿特助费给他，我们还可以理解，就是帮助民运。那为什么你要拿军情局？你是不是在替台湾的军情做情报或做民运动作？是不是有跟那边有很多的？因为之后没多久，那是1978年之后的事嘛。然后1986年紧接着就发生9/6飞弹危机，然后刘连坤就被抓到了枪毙了。这个会不会说彼此之间会不会有些什么关联或干嘛？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不敢讲嘛。可是我觉得说拿军情局这件事情的钱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对他来讲，民运的身份就是很大一个问号。是没有错。